九瑶，到了现在你还不知错？父亲，当初顾清柔气死外公的时候，你也在场。你明知他心思恶毒，你却还处处偏袒他，让我去替他顶罪。她是你的养女，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老东西若不死，我这一生都难脱赘婿之名。老东西口口声声说视我为亲子，那为何却把财产留给你？顾家的财产只能属于青阳。你一个早晚要出嫁的女子，凭什么继承顾家？顾清扬他是养子，我外公的家产凭什么给他？就凭青柔和青阳都是我亲生的。母亲病逝，我是顾家三代唯一的独苗。你说是为了护我，所以才收养了顾清柔和顾清扬，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我同父异母的亲姐弟。姐姐，你不是想知道我跟外公都说了什么吗？我只是告诉他我的身世，谁知道他一下子就气死了。是你害死了外公！没错，青柔只能用养女的身份陪在我身边，她受了太多的委屈。她那么喜欢四皇子，却因你，她一直无法接近四皇子。好在老天有眼，四皇子终于要娶她了。而你之所以会失踪，是因为我把你卖给了人牙子。谁让你一直霸占四皇子？青柔如此喜欢他，你身为姐姐却不懂礼让，我只能让你身败名裂。你失踪了整整1年，手工纱都不见了，皇室怎么允许你一个有污点的人存在？你们顾家欠我太多，欠青柔太多，这是你必须偿还的。我要杀了你们，替外公报仇！住手！死得够惨的。我们是不是来得太晚了？是来晚了。传本王命令，不，诏令，谋害摄政王妃，阻拦者重罪处置。摄政王妃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摄政王，饶命！饶命啊！这是哪里？灵泉？我是死了吗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小姐，红浅他也下地府了。这次都怪表少爷没护好小姐，才让小姐受了伤。侯爷已经在惩罚表少爷了。红浅，今夕是何年？天武10年啊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我这是回到了5年前，四皇子让他的马将我拖行至昏迷，顾源怪罪穆无情没能护好我。顾家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害九儿？你个孽畜！你这样打他会死的。九儿亲口对我说，是穆无情置之他不理，所以才害他受伤。
而现在他还不知错。等老爷子回来，一定会把他乱棍打死。我劝过他，让他不要去找四皇子，可他不听。这顾九妖实在是太配了。就是啊，这顾清柔只是顾家的养女，却比顾九妖更有大家闺秀的风范呢。我若是顾家主，就只认顾清柔一个女儿。顾九妖这样，早就被赶出家门了。好你个穆无清啊！啊，你现在还不认错？那我就打到你认错为止，也好给老爷子一个交代。谁让你动他的？姐姐，你醒了？九儿，你大病初愈，赶紧回房间休息，千万不能动了气啊！为父为你出了这口气。我只问你，谁准你动他的？姐姐，难道你忘了吗？是你让爹爹打无清的呀，你是不是装了脑袋忘记了？你们之所以敢这么对穆无清，不过是觉得这顾家只有顾清扬一个儿子。若是穆无清死了，顾清扬就能顺理成章地继承顾家的家产。但是你们又害怕世人的唾骂，所以想将责任推到我和外公身上。不是，姐姐，你怎么说这样的话？我跟清扬来到顾家，都是为了保护你。保护我？你说的保护，不过就是在告诉天下人，你作为顾家的养女，在顾家每日过的日子生不如死。在我被四皇子拖晕倒的时候，你明明也在场，可你却什么都没做，而受罚的只有穆无清一人。九儿，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我记得太后赐给外公一颗百年人参，而这人参在此半个月前熬制成汤给顾清柔喝了。啊，九儿，是这样，你妹妹身体不适，这才给她养身子用啊。身体不适啊？我怎么记得我的身子比她更差？父亲，到底谁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？啊，哎呀，九儿，你怎么能如此说呀？你才是我的亲女儿啊！父亲最疼的还是你，可你身子太弱了，这人参是进补之药，你无福消受啊！父亲也是怕你浪费，这才给了清柔啊。我用不了，大可以留着给外公补身子。外公是长辈，都还未曾服用，他顾清柔凭什么用？3日内把百年人参归还，否则等外公回来，我定将如实的禀报。届时，顾清柔定然会被扫地出门。我不需要你的虚情假意。你先起来，有什么事等你伤好了之后再说。烧鸡筋骨里脊肉，需用大黄、黄连、3七制成筋骨疗伤膏，有活血化瘀、通络止痛、消肿之效，若加上灵泉，效果更佳。我脑袋里怎么有声音？我醒来之前确实经过一片药田，那药田里也有灵泉。今晚你先好好休息，明日我再出去给你抓药。顾九妖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可能是想赎罪吧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是怎么了？是不是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啊？别挡路。姐姐，父亲做这些也是为你好呀，你这么误解我，真的很伤人啊。漂亮姨姨，刚才有坏人追我，他们要把我抓回去，我不想回家。小孩，你的亲人呢？祖母要给我找后娘，世人都说有了后娘必有后爹，可祖母还是让那个坏女人进了家里，我就离家出走了。如今无处可去，漂亮姨姨，你能收留我吗？
我吃的不多，我很好养的。这漂亮姨，我没有娘心疼，爹爹又时常不回来，要是坏女人住进了家里，会将我打死的。我可以把你带回我的府上暂住，但你只能在我的房间里面，不能出来，也不能被别人发现，不能发出声音。漂亮姨，你放心，我很乖很乖，不会给你惹事。太妃，听说莫小晨失踪了，谁让他来的？是我让他来的。摄政王府不能没有一个女主人。再说，小臣也需要人照顾。没本王的允许，谁让他来的？你是不是对小晨说了什么？我没有。珏儿，你是不是误会林姑娘了？本王的儿子，本王比谁都了解。若不是这个女人说了什么，小晨根本不会离家出走。这些日子，本王就不回府住了，免得看到一些无人双眼的人。刚才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到底和晨儿说了什么？太妃，我只是告诉世子殿下，日后我便是他的母亲，希望他能乖巧一些。即便是你嫁入王府，晨儿也是摄政王府的长子，岂容你来教育？来人，送林姑娘回去。漂亮姨怎么了？小晨，你在这里好好待着，不要让别人发现，不要发出声音，不然的话，我只能把你送走了。漂亮姨，你放心，晨儿一定乖乖在这里等你回来，不让人发现。小姐，侯爷找你。原来我不是在做梦，这异处空间是真实存在的。这个药田里的萝卜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给小团子带过去，他肯定喜欢吃。哎呀，九儿，你从前向来乖巧听话，那为何这次将柔儿推倒摔伤啊？爹，你别怪姐姐了，都是柔儿的错，柔儿不该在姐姐面前多言的。姐姐因为木无情，惩罚我是应该的。柔儿，这事儿不怪你，你快起来。父亲，顾清柔只是你的养女，如若不是外公收养她，给了她顾家小姐这个身份，她到现在都还只是个婢女。既然你这么喜欢贵，那就在这儿跪足一个时辰。外界都说我恶毒，日日欺负你这个孤女。既然如此，往后他们说的所有，我都如实报到你身上。我可不能平白无故背上黑锅呀！顾九妖，你他怎么变得和之前不一样了？趴好，我给你上药。顾九妖，我不需要你的假好心，你给我出去！坐好，你的伤是我造成的，我得对你负责。伤口真的愈合了，灵泉果真有效。
干什么？疼吗？曾经为了顾青柔骗了我无数次，我不会再相信你的。我先走了。从今日起，让丫鬟日日为你上药，直到你的伤好为止。顾九妖，你为何要救我？本来今日我可以毫无顾虑地离开将军府。小团子，小团子，奇怪，这孩子跑哪里去了？漂亮姨，我好饿，想吃饭饭。那，这个给你，你先垫垫肚子，稍后啊，我去把饭菜拿来房间。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胡萝卜，如果我不吃，漂亮姨一定会很失望的吧？会不会赶我走？这真的是萝卜吗？好好吃！以后啊，你不用叫我姨姨了，你可以叫我名字，我叫顾九妖。那我可以喊你娘亲吗？我不是你娘亲，你也有自己的家人呀，我不能答应你。我从来就没有娘亲，爹爹也从来不提她，别人都说我是没有娘的孩子。那你以后在人后的时候你可以喊我娘亲，但是在人前的时候你要叫我名字。娘亲，为什么我会感觉自己的心脏在疼？那，你这样跑出来，你的家人们不担心你吗？才不会呢！祖母只要那个坏女人，不要我。很快，爹爹也会被坏女人迷惑，到时候吃不饱，穿不暖，还要受人虐待，所以才不回去呢。我要给自己找个娘亲，才不要祖母找的坏女人。那你先在这里住着，等你爹爹找到你了，我再把你还回去，好不好？娘亲，放心，纯儿一定乖乖在这等你回来，不让任何人发现。顾大小姐啊，皇兄，这顾大小姐对你还真是念念不忘啊。顾九妖，你到现在还没死心啊？等顾老将军回来之后，我会将退婚书拿给你。不用等到外公回来，你可以直接把退婚书给我。你是想拿到退婚书之后将其撕毁吗？不得人道之症，需要以天冬、连翘、川连制成雄风丸，有重振雄风之效。若是配上灵泉，效果极佳，7日可见效。七皇子莫少臣如今无一妾室，更未娶妻，外界盛传他喜欢男子，他居然不能人道。顾九妖，你今日拦截本皇子来到此地，不就是想见本皇子一面吗？你什么心思？本皇子一清二楚。滚一边去！嘿，你不会是看我皇兄不喜欢你，打本皇子的主意吧？我对不能人道的男人不感兴趣。这事儿只有武妃才知道，顾九妖怎么会知晓？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啊！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那这样，你明天来找我，务必带上5万两纹银。顾九妖，你当着我的面勾搭我的皇帝，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啊，对我没用。有病吧？顾九妖，你只要我能看到病人，脑海里就会自动出现药方，那岂不是可以治好外公的病？顾九妖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没人阻拦你吗？我来的时候看到青柔了，她让我自己来找你就行。青柔，叫的可真亲密。这事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？你不许说出去啊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什么呀？银子！你这是敲诈！你还年轻，不要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不给银子的话，那就出去吧。
拿了银子，你就要知道什么该说，什么不该说。但凡让本王知道你有一丁点把事情说出去，饶不了你。哼。给你。这是什么呀？雄风丸啊！一天一粒，7日便可见效。我已经收了你的银子，吃不吃呢？随你。如果你不吃的话，记得明天拿回来给我。这药材老贵了，你不吃的话，我还可以卖给别人。你还想要回去？做梦！我那5万两是给你的封口费。至于这什么雄风丸，我拿回去喂狗。5万两，本王1年的俸禄。不管怎么说，绝不能让世人知道我不缺。哼！顾九妖给的东西，只配给狗吃。殿下，昨夜大黄不知怎么了，把整条街上的母狗都给霍霍了。你说什么？昨日殿下回来后，大黄就好似发了疯，直接跑到街上去，一天一夜他都没歇。清早，那些母狗的主人们全都找上门来，其中有一条还是4皇子府内的。莫非是这药让大黄有了那么强的能力啊？殿下，您吃了什么啊？这么多年来，本王从未有过这样的感觉。出去，快出去！是殿下。这么多年，没人吃到本王的不甘啊！本王终于可以传宗接代了。看来，那顾九妖没骗我。还说什么来着？一天一粒，7日便可见效。年服7日，那我给大黄吃了一颗，那我不是？不行，我得去顾府找他。顾九妖，顾大小姐，我求你赐药。滚开！顾大小姐，求你了，再给我一颗雄风丸吧，就1颗就好。我给了你7颗雄风丸，1日1颗刚刚好，无需多服。我的药吧，它被侍卫给吃了。哦，你怕是让侍卫给你试毒了吧？没问题的人吃雄风丸，那可是1天1夜都不够的。顾九妖，就再给我1颗吧，只要你给我1颗，你看什么价我都答应，哪怕是让我娶你。你刚踩坏了我一株草药，我赔5万两。是5万两是雄风丸的价格，一株草药1000两。小钱，我这就派人来取银票。顾九瑶，本王向来说话算话。我皇兄不娶你，待我重振雄风之日，我娶你，算是给你的报答。我好心好意治你的病，你居然要恩将仇报！我恩将仇报？顾九瑶，你名声早就毁了。放眼整个墨朝，除了我，谁还敢娶你啊？我娶你分明是报恩，何来恩将仇报？7皇子若是想要报恩的话，那我们合作怎么样？怎么合作？我知道你在宫外做了点生意。什么？你怎么本王什么秘密都知道？你怕不想让你父皇知道你在皇宫外做商贩吧？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会制药，你有渠道，我们可以合作。卖5万两一瓶的雄凤丸？
好呀好呀，我可以帮你找到很多买。雄风丸没事儿的人吃了是会有问题的。哦，我这儿呢还有许多筋骨疗伤膏，涂抹在伤口上可以加速伤口愈合。行，等本王挣了钱，与你5分。28分，你2，我8。我2。而且你要负责提供药材。行，28就28，本王向来不与女人争辩。爹，不好了！我听屋里的下人说，七皇子气冲冲的冲了进来，说是要找姐姐算账的。啊！姐姐她好像是闯大祸了。哎呀，快走！哎呀！孽障，你还有心思喝茶？你到底惹了什么事，让七皇子匆匆找上门来？老爷子不在家，你一天到晚就知惹是生非。你觉得我做了什么？你若不招惹七皇子，七皇子为何闯进来？若不是你妹妹跑过来找我，我还不知道你犯下如此大祸。那你可要问问顾清柔了，为何七皇子找上门来的时候，他直接就放人进来了？分明是你惹了大祸，你现在却让你妹妹来承担。平日里你欺负你妹妹也就算了，现在得罪了七皇子，你想让整个将军府都受牵连吗？走，跟我去找七皇子，向他道歉认错。爹，您别怪姐姐了，我知道姐姐的性子，她肯定不会低头的。你若是让她道歉，反而会让姐姐不高兴。我愿意代替姐姐前去，便是七皇子要打死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哎呀，柔儿，不是你的错，你快起来啊！不，爹，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柔儿就不起来。柔儿是顾家的养女，做这些是理所应当的。哎呀，老夫何其有幸有你这么一个养女啊！这九妖啊，要有你一半懂事就好了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得罪七皇子？七皇子定是被顾九妖气走的。七皇子亲口告诉我的，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七皇子便是要打，也会先打死我的，我会替姐姐接受任何惩罚。顾清柔，你跪在这里干什么？顾清柔说你亲口告诉他我得罪了你，我爹正在让我跟你道歉。顾清柔在替我求情呢，他说呀，他要代替我被你打死啊。我不，顾清柔，我什么时候跟你说顾九妖得罪了我要被我打死啊？好，在你心里，本皇子就是这么凶残的人吗？动不动就要把人打死？这话若传入父皇的耳朵里，你要害死我啊！你想害死我呀？殿下，臣女就是听错了。听错？我看你就是故意的。亏我以前还觉得你温柔善良，现在想想，我真是瞎了眼。不对，世人都瞎了眼。哎，七皇子，哎呀，九儿，柔儿也是担心你被七皇子欺负，这才让我来救你的，你就别怪他了。倘若今日七皇子不出来解释，那你们是不是准备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顾九妖犯错不认，逼得顾清柔出来替我认错？怎么可能啊！为父啊，也是看柔儿太过善良，这才偏信她几分。今日顾清柔诬陷我在先，理应动用顾家家法，杖责20，然后再关入祠堂，好好反省。等等，一场误会而已，你何必为难柔儿？我是顾家的大小姐，我连惩罚一个奴婢的资格都没有吗？刘叔，上家法。是，小姐。不可！侯爷，这顾家当家做主的是老爷子，这大小姐又是老爷子唯一的血脉，
顾家上下理应听从大小姐的指示。顾九瑶，今日你给柔儿带来的伤害，来日我必定100倍偿还给你。够了！柔儿虽然不是我亲生的，但这些年相处下来，她如同我的亲人一般。顾九瑶，我真没想到，你现在竟然变得如此心狠手辣。你从前从不这样。外界都说我心狠手辣，你却不允许我解释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将欺负义妹的这个名声给坐实了。我不能让人白白说我，不是吗？哼！接着打。继续。小陈，你离家出走了这么久，你家里人应该担心你了吧？娘亲，你不要我了吗？我终归不是你亲娘。娘亲，你给我当后娘，好不好？还没找到世子吗？启禀王爷，属下已经查出世子殿下是被一个女人带走的，只是我们还没找到那个女人的下落。将整个京城彻查一遍。是，王爷。王爷，是不是那个女人想要靠近王爷，才将世子给绑架了？没人敢绑架婵儿，本王的儿子也没那么好哄骗，定是莫小晨和那个女人私奔了。私奔？是世子殿下心甘情愿和那女人跑了？等本王抓到她，非要打断她的腿。还是上次那些药材吗？哎，您稍等。你听说了吗？摄政王府那小世子失踪了。我知道，太妃急得都晕了。摄政王暴怒，让满城寻找世子，还扬言要打断他的腿。哎，我看呐，世子殿下这次要回来，凶多吉少啊！哎，娘子，娘子啊，您的药包好了。谢谢，谢谢，您慢走啊。莫小晨，怎么了，娘亲？你果然姓莫，你就是摄政王世子？对不起，娘亲，我不是有意要骗你的。其他人得知我是世子，都不肯收留我的。我不想回家，所以我只能瞒着娘亲。娘亲，你别赶我走。你爹正在找你。他说啊，等找到你之后，要把你的腿打断。你要是不喜欢太妃找的那些女人呢，你就跟你爹爹说。你这样直接离家出走，只会叫家人担心，惹你爹爹生气。娘亲，我害怕。每次我犯了错，父王都会将我狠狠教训一顿，有的时候几天都不让我吃饭。我饿肚子就哭，他还命人教训我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会去找你父皇交涉的。你犯了错是该罚，但是不能罚得太狠。顾九瑶，顾九瑶，快去躲起来！快去躲起来！你的伤好了？我来谢谢你给的药。你没事就好。你是外祖母的亲人，我当然不能让外祖母在天上还想责罚我啦。你在关心我？顾九瑶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是我表哥嘛，我关心你是应该的。当初我刚来顾家的时候，顾清柔的玉佩丢失了，说是我偷的，你就信了，让我在祠堂里跪了1夜。后来顾清柔告诉你，
说我偷看侍女沐浴，你也信了？让我在寒风里背着荆条，你现在来关心我？顾九瑶，你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啊？我之前是我太愚蠢，轻信顾清柔。从今往后，我不会再信他。你和外公才是我在顾府最相信的人。我真的能相信你吗？谁？那个是我养的小宠物，它不喜欢见生人。如果你非要见它的话，可能会吓着它。我从未见过你养过什么小宠物。若是你想藏人，就藏得隐蔽些；若是被顾家的其他人发现了，只怕会引起一场风波。娘亲，那人是谁？我也和你说只相信他，那我呢？娘亲，你不相信我吗？你还敢说这话？是谁跑来将军府来骗吃骗喝的？我不是故意的，娘亲，你最好了。你确定你父皇不知道这间酒楼是你开的？他当然不知道，我这隐蔽工作做得可好。你确定你父皇查不出这间酒楼的幕后主子是谁？应该查不出来吧？我这酒楼可没什么不正经的生意，父皇怎会关注这酒楼呢？这天底下还有谁敢用墨字给酒楼做名字的？除了几个皇子。你的意思是，单凭这一个墨字，父皇就能知道这酒楼是我开的？你父皇用屁股想都能猜到，难怪你这酒楼经营失败，连个客人都没有。那我现在把这牌匾拆了，这酒楼还有救吗？我先去旁边生意正好的天风楼探探虚实，你在这里等我。我听说顾九瑶又欺负你了，姐姐不是故意的，都是我不好，姐姐惩罚我也是应该的。若是我家有顾九瑶这样的人，早把他给掐死了，又岂能容得他这样骄横跋扈、四处侵辱他人？姐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向来不爱跟这些世家千金打交道，所以我就没叫你，对不起。顾九瑶，你别太过分，青柔她什么都没有做，你不许欺负她。躁郁症需薄荷、黄芪、党参熬制成水，连续服用3日后即可见效。你妈谁有病呢？我没病，我为什么要吃药啊？我不过就是告诉你办法，你吃不吃是你的事儿。想起来，姐姐她不是故意的，更何况外公向来护短，如果被他知道你欺负姐姐的话，恐怕会对尚书府不利。姐姐，你要干什么？被踢了！这一脚是替外公踹的，要不是外公当初收养你，你早就被饿死了。我外公这一生为国为民，在外征战沙场，却被你如此诬陷。姐姐，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刚刚难道不是在暗示林浅浅说我外公仗势欺人？我外公的名声岂是容你所亵渎的？姐姐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别在这些外人面前闹了好不好？小小年纪，既然你天天在外面说我欺负你，那我今天如果不坐实了，那岂不是对不起你这些年给我在外安排的好名声？你们都给我看清楚，这次我当真要欺负他。嗨，伯爵，摄政王，
摄政王，他长得和小团子如出一辙。陈年旧伤，反复复发，需以琥珀、樱木草熬制成汤服用，连续服用半月即可痊愈。顾九妖，在摄政王面前你胡言乱语什么呢？你学过医术？传言摄政王喜欢男子，也不知这断袖之症能不能治好。这丫头在同情我什么？本王不曾记得，顾将军的孙女学过医术。他居然知道我是顾家人。姐姐，没想到你跟摄政王认识。王爷，我是轻柔，顾家二姑娘。本王只记得顾家只有个顾九妖，这二小姐从何而来？王爷，轻柔是顾家侯爷收养的义女。哦，是那个京城知名的赘婿啊！赘婿收养的义女，也配跟本王认识？本王先走了，你的药方我会试试。姐姐，我是怕摄政王伤害你才站出来的，其实我是想保护你的。我看刚才那个样子，你是想将摄政王吃干抹净。你这病是该治一治，否则以你这一点就炸的性子，以后怕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我爹娘确实总说我脾气大，顾九妖，若是你的药方无用，我定会去找你算账的。怎么样？那天凤楼的酒菜好吃吗？就那样，中上水准，也没有那种让人吃了之后回味3天、念念不忘的程度。就这样，我开的酒楼还是比不过那天凤楼。你先把你酒楼的名字换了，别让你父皇知道这酒楼是你开的，再对外宣称你把它转让出去。而且，我能给你提供食材。本王还需要你给我提供食材？我在外遇到了一个农夫，他种出来的食材可不得了，让人吃了之后能够念念不忘。我可以帮你联系他，让他给你供货。不过他供的货是限量的，如果用他的菜制成的菜肴，你必须高价售卖，每日限量。这几颗菜而已，有那么神奇吗？我明日差人给你送来尝尝。不过你酒楼日后的营收必须分我90%。90%？那我药铺的营收都给你80%了，这酒楼是我的。这样吧，我把买菜的钱给你，其他的你想都不要想。那你就等着酒楼倒闭吧。姑奶奶，你先别走。这样，7%可以吧？90%，一分不让。七殿下，你同我做生意是你的福气。本王信了，你是我的父亲，成交。穆无清，你去轻柔的房间偷盗，如此作为，该当何罪呀？没有偷，放肆！这不是你从顾家偷的，那又是从何得来？还要还我！不要还我！那是我的，我的！如此药效好的奇药，不用想也知道，你一定是从顾家药房偷的。就连轻柔受伤也没用过这么好的药，你更不配用。啊！别怪我，我也是为了九妖和老爷子才惩罚你。你偷窃顾家之物，让他们知道了也会打死你的。哼！把他还给我！把他还给我！打！那是这么多年来顾九妖送我唯一的东西。你敢动我东西，我杀了你！
住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住手！大小姐让你们住手，你们为何不听？他在护我。顾九妖，无缘无故殴打无辜下人，为何呀？我让他们住手，他们不听话的狗，那留着也没用。说你们是狗，还侮辱狗，狗至少知道自己的主人是谁。穆无清偷盗顾家之物，我正在处置他，你上来就殴打下人，你让顾家上下如何服你？道歉？我不信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无清，你自己说。金骨疗伤膏，他说是我偷的。金骨疗伤膏是我给无清的。这么好的药膏，老爷子战场上必然能用到。你从顾家药房里偷取，该当何罪？好啊，既然你要牵扯外公的话，刘叔，去药房把单子拿过来，让我这个瞎了眼的老父亲好好看看有没有金骨疗伤膏。小姐，这药房的单子里并无金骨疗伤膏。这药是我从外头寻的，平白无故就冤枉无清偷药。哎呀，是为父给弄错了。你一句轻飘飘的弄错了，那无清就白挨打了。那你想如何？他平白无故挨了顿打，再加上受了点惊吓，更是伤上加伤，你得赔偿他100万两。什么？我可是你爹呀，你让我赔钱啊？既然你不想给银子，那我就给外公写封信，说爹打我，还想把我赶出顾家，给顾清柔腾位子。你胡说！这就是证据。哎呀，好，我赔100万两银子，他答应得如此轻快，看来将军府里的钱财早就被这个老匹夫捞光了。刘叔，把药房的账本拿过来，看看最近有谁支出了哪些药材。昨日侯爷来领走了一瓶疗伤的药膏和一株止痛的麻草，价值100两银子。1个月前，侯爷支走了一株百年人参，价值10万两。3个月前，在账上支出10万两白银。5个月前支出10万两白银。6个月前支出1万两白银。上个月25支走纹银9000两。小姐，侯爷领走的就这些了。给钱吧，一共1350万两。顾九妖，我是顾家的人，你竟然跟我算药房的账，凭什么？顾家的药房并非只是我外公一人，还有外公手底下的将士，有时候一瓶上好的药可以治10几个将士们的救急。穆无清受伤，我都舍不得从药房里支药给他，你倒好，为了顾清柔，都快把药房给搬空了。清柔是顾家的人，也是你的妹妹，她身体受伤了，我凭什么不给她治？顾清柔的病，难道有边疆这100万将士的性命还要重要吗？我们身为将军府的人，不能为前线的战士们做出贡献，难道还要拖着100万将士们的后腿吗？这件事，我也要禀报给外公。好，我赔。既然你如此不听话，那留着你也没多大用处了。另外还有一件事，刘叔，不听话的奴仆该如何处置？该乱棍打死。大小姐，小的知罪啊，饶过小的吧。若不是我回来的及时，被乱棍打死的应该是穆无清吧？有些错犯了就是犯了。刘叔，将他们各打50大板，然后赶出将军府，
不忠的狗，留着也没有用。是，你们都要记住了，在这将军府里，只有将军和大小姐的话才最重要。若下次还有人敢犯同样的错误，直接乱棍打死。把药膏收好，别再被人偷了。顾九妖，你为了跟踪本皇子，还真是煞费苦心啊！自作多情。你可知，青柔得知本皇子要与你退婚，特意过来求本皇子为你定下一门亲事，人选本皇子已经定好了。工部上说的大公子，丧期3年，刚好本王做主，将你定给他。你若不尽早嫁出去，难免会对本王纠缠不清。像你这种名声狼藉的女人，别说做本皇子的正妻了，你连给本皇子做妻妾的资格都不够。四皇子是觉得当初我被人牙子拐卖，是我错了吗？那是当然了。顾九妖，为什么人鸭子不拐走其他人，偏偏要拐走你呢？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？人牙子最喜欢你这种人，希望你下次被人牙子拐走的时候，回来还能说出这番话。我跟你可不一样，我是个好姑娘。四皇子，我若不幸被人拐走，绝不会给他人侵犯我的机会。若是被侵犯，定当以死无止，而不是像顾九妖这样苟活于世，丢尽顾家脸面。顾九妖，你干什么？我说过让你去治病，看来你根本没听我的。人犯贱，自有天收。顾九妖，你如此行凶作恶，顾老将军要怎么叫你？林浅浅他难道说错了吗？你当街伤他，赶紧给他道歉。本皇子今日就要为林家千金做主。放手！他怎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力气？真的不道歉？四皇子，明日请把退婚书送到我将军府上。欲擒故纵的把戏，顾九妖，你不用等到明日了，本皇子现在派人去将退婚书取来。我没空在这里陪你，明日我在将军府等你把退婚书送上门。若你真的想要退亲，为什么不愿意稍等片刻？因为你知道，与本皇子退亲之后，你只能去给别人当续弦，所以啊，你根本不愿意跟本皇子退亲。放开他！皇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为何每一次顾九妖都能遇到摄政王？本王按照你的方子试过了，的确很有效。皇叔，这个女的一肚子坏心思，最喜欢用欲擒故纵，你千万别被她给骗了。本王的事何须你过问？明日将退婚书送到她府上，若日后再有纠缠，本王打断你的腿。谁伤的？前几日，父亲污蔑穆无清盗药，找人打了他，我前去阻拦，才被家丁所伤。堂堂将军府大小姐，却被手下的家丁所伤，需要本王帮忙吗？就当本王的酬谢。不用麻烦摄政王，我现在只想要四皇子的退婚书。你真的要跟本皇子退亲？明日退婚书他会送到将军府。多谢摄政王。皇叔，你跟顾九妖是什么关系？我的事你没资格过问，滚，别挡道。皇叔从未为了一个女人如此对我。奇怪，大小姐还没回来，她的房间里怎么有吃了一半的食物？看来顾九妖不止偷了药膏，还藏了人。黄姐，给我搜，任何角落都不可以放过。
是。完蛋了，要是被发现，我要被娘亲送走了。这床纱是用金蚕丝织成，一纸千两白银。我有时候真的挺羡慕姐姐的，自小她什么都有，这一切本该就是我的。如果没有顾九妖，外公回来的就只会是我。哎，红姐，给我出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怎么是个小孩？怪不得顾九妖不喜欢我们进他房间呢，原来他有个私生子，而且还藏在家里。红姐，快去通知父亲。快！等我父王来了，我要把娘亲也一起带走。走吧。王爷，王爷，这是小世子的玉佩，属下已查到小世子的下落了。莫小晨在哪儿？小世子现如今在将军府里。将军府，顾家是，同我去将军府。是。来人，把这小野种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慢着，侯爷，您如何确定这孩子就是大小姐所生？刘管家，我知道你护着九妖，我又何尝不是？正因如此，才必须把这个小野种打死。你想一想，若是外界都知道这个小野种的存在，名誉受损的可是九妖，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这不但是我的决定，也是老将军的决定。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九儿被这个小野种给毁了，立刻打死。父亲，这样不好吧？他毕竟是个孩子呀。野种，就该死！动手！小晨，小晨，娘亲，你们看见没有？这个小野种喊他娘亲。九儿，爹是为了你好，你不能再护着这个小野种了，给我让开！顾九妖，你怎么会有孩子啊？别怕，我会护着你的。给你添麻烦了，娘亲，对不起。哎呀，你们都听听啊！顾九妖，你要是再护着这个小野种，别怪我连你一起教训。你可知你口中的小野种是什么身份？野种还能是什么身份？我只知，只有他死，整个将军府才不会被人戳脊梁骨，我们生活才会安稳。给我上！我看你们谁敢！姐姐，父亲也是为你好呀。这哪有你说话的份？好啊，顾九妖，那你就别怪为父捍卫顾家声誉。今日我亲自打死这个小野种。老匹夫，你要打死谁啊？老匹夫，你要打死谁？哎呀，参见摄政王，摄政王殿下，您亲自登门，难道是向小女来提亲的？父王，你给我站好！小野种，你不要乱讲！我不是小野种，我爹是当朝摄政王，是皇婆婆亲封的摄政王世子。你想打死我是吧？来呀，来呀！我是你外公，快，外公抱抱我的亲孙儿！坏老头，你别碰我！哎，九儿，你怎么不告诉爹呢？你跟摄政王有个这么好的孩子，你是不是不拿我当亲爹啊？若他不是摄政王世子，你岂不是要将他活活打死？这野种跟世子自然是不同的啦。世子殿下，我是你外公啊。他是摄政王世子，但不是我儿子。如果是我儿子，不管他的父亲是贩夫走卒还是皇亲贵胄，
只要你敢动他，我就让你先死。要是他真的是我娘亲就好了。顾氏侯爷以下犯上，冒犯小世子，重打100大板。是，王爷，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想让本王饶命，可以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可以让你的女儿替你受罚50大板，不就替你分担一半了吗？九儿，我好歹是你亲爹呀，你就救救我吧，不然我会真的被打死的。爹，您忘了，您还有一个女儿。青柔是养女，刚才摄政王说是顾家上下。啊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着顾青柔？我身体羸弱，断然是受不了这50大板。如若你跪下来朝我磕3个头，说不定我可以。好。不要，父亲！九儿，可以了吧？你救救爹吧！父王就是这个坏女人，把我从房间里揪出来的。世子殿下，我还以为你是贼人呢，所以我才……那这50大板就由你代受吧。不行啊，王爷，她是女儿身，身体向来就弱，这50板子，她可受不起呀。本王只记得顾家只有一个大小姐，哪来什么养女？你身为亲生父亲，宁愿让自己亲生女儿受这50大板，也不愿意这养女受罪。这……父亲，我知道你认为顾九瑶是你的亲生女儿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所以才让她替你承担。但是你对我来说是养育之恩，我无以为报，所以这50大板就当是我替你报答。论孝顺，谁更值得让摄政王另眼相待？这已经很明显。柔儿，顾家养女直视本王，目无法纪，再加20大板。王爷，不可啊！柔儿她是女人身，身体比较弱，这50大板下去，这身体承受不住啊！区养女死了便再有一个，若被本王知道你们再欺负本王的儿子，那便是死罪。莫小晨，跟我回家。不回去。莫小晨，你离家出走上瘾了是吧？有些话本王不想再说第2次。我不回去，让他给我当娘亲，其他人我都不要。听话，快跟你父皇回家啊！摄政王府才是你的家。别让父王带我走，家里的坏女人会欺负我。莫小晨，本王答应你不娶别的女人，没人敢欺负你。我不信。听你父皇的话，你放心，我有空啊，一定会去看你的，好不好？顾九瑶，这是想收揽小世子的心，再借着小世子经常去王府，以便接近摄政王。你如果想见他，以后我接他回府上与你相见。真的？父皇何时骗过你？只能娶夭夭，不然我就不要父王了。你要记得经常去看望我，不能喜欢别人家的宝宝。好，我只喜欢你。还有，本世子给你盖上印记，以后就是我的人了。好，我都答应你。我这一生只用来报仇，不谈风月。那我走了。回家。动手。是。无情，我需要你动身，替我去一趟边关。你要跟我走？外公寄来书信，说最近边关不太太平，我不放心。上次给你制的药，我想多配一点，请你帮我送到外公手中。有莫无情亲自送药，这一时外公就不会身受重伤了。这件事只有你能去，我会告诉顾云，你是回穆家去祭祖，过段日子再回来。这件事千万不能让顾云知道。好，我答应你的事，一定办到。我不仅仅是希望你能把药送到外公手中，我想让你替我陪着外公。我和外公在顾家能信任的人就只有你了。顾清扬在外公身边，我确实不放心。
有你这句话，我会为你和老将军赴汤蹈火。这小团子不在，连偏殿都变得冷清了。哎，你们不得进去！你们，顾九妖，你这个不孝之孙，你怎么能看着你爹被打成这样？老太太，我知道你爱子心切，可你儿子是被摄政王打成这样的，我哪有那么大的本事，在摄政王棍子底下救人呢？我听说你手上有一些疗伤膏，效果极其的好，还不快拿出疗伤膏来救治你爹和青柔？刘叔，是，把这俩给我轰出去！你连穆无清那野小子都舍得给药，反倒你爹和你妹妹受伤了，你不肯给。妹妹？我哪儿来的妹妹啊？我怎么不记得我娘还给我生了个妹妹啊？你这个不孝之孙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，我让世人都知道你们顾家欺负我和阿云。哼！哎呀，作孽呀！哎呀，我可是顾九瑶的亲祖母，他怎么能对我动手呢？顾九瑶眼睁睁看自己的亲生父亲被人打个半死，宁愿把药留给野男人，也不舍得给自己亲爹用啊！真的不孝子孙，迟早要遭天打雷劈呀！娘，您别这样，九瑶他只是不懂事儿。柔儿为了救自己的爹，也半死不活地躺在床上。那顾九瑶自私自利，她根本不配做我孙女啊！这个九妖本来就一无是处，名声败坏，现在还做出这种不孝的事情来。可不是嘛！我若是那顾老将军呢，我会被他活活气死的。还是二小姐孝顺。就是啊，明明只是一个养女，竟还胜过亲孙女。对呀，哎呀，大家伙快瞅瞅！你说的对。哎呀！大小姐，不能再让外面的人这样议论下去了，这样会坏了将军府的名声啊！既然他这么想让我身败名裂，那我就推波助澜一把。啊！前世的血债，我必须要让他们血偿。对了，以后红浅的月钱由顾清柔自己发放，她是顾清柔的婢女，顾家没有义务给她发钱。是。小姐，您没事吧？等，红浅啊，我记得顾九瑶之前给穆无清的那个药效果极其好呀，你去给我找过来。赵老夫人已经去找过大小姐了，大小姐不给药。什么？他连父亲也不给吗？是，陛下最重孝道，这件事情要是给陛下知道，顾九瑶就完了。这样，你去写一封血书给四皇子送过去。小姐，你已经伤得这么重了，还要用写信啊？你去把匕首找过来，割破自己的手指。你写，我来念。去啊！哎呀，顾九瑶他打我呀！我可是他的亲祖母呀！哎呀！是不是还没事儿？大大，这可是四皇子殿下。大小姐有令，非府内人员禁止入内。四皇子，再不进去，二小姐恐怕就不行了。我要告诉父皇，顾九瑶仗着顾老将军权势，为非作歹，无法无天。待父皇收回兵权，顾九瑶便是全天下的罪人。哼！顾家大小姐灭绝人性，谋害亲爹，这种人就该天打雷劈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顾九瑶，你给我出来！你看看你祖母都被你欺负成什么样了！他欺负我老太婆！来人，给我打！顾将军府的家丁打人了！打！好，停！我告诉你们，今天谁要是羞辱我家大小姐，我便打死谁。别说不给侯爷治伤了，他就是杀了侯爷和二小姐，他也没有错。只要有顾老将军在，谁敢责罚我家大小姐？顾九瑶，
这些被你逐出将军府的家丁都来报仇了，他们这些话定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。这谁呀？哎呦，还真是热闹。这小东西哪来的？我乃摄政王府世子。摄政王府世子啊！四皇子到。顾九妖，本皇子奉父皇之命，宣你即刻入宫。陛下，臣听闻顾九妖趁着顾老将军不在府中兴风作浪，就连其父身受重伤，顾九妖都不愿意救治，这是要逼死其生父啊！陛下，臣得知顾云不知为何得罪了摄政王，摄政王让顾云之女替其承担50大板，谁知那顾九妖贪生怕死，不肯承受，最后是顾云的养女站了出来，为养父承担。陛下，父皇，顾九妖不但不给侯爷用药，还让府中的家丁伤害无辜百姓的性命，请陛下严惩顾九妖，以儆效尤。是谁指使你伤害无辜百姓的？当然是大小姐您啊！奴才忠于大小姐，大小姐救救我！顾九妖，谁允许你如此放肆？陛下，若他真的效忠于我，那他肯定不会背叛我，但他恨不得让天下所有人都知道是我指使他故意伤害百姓的。陛下，您觉得他说的话可信吗？朕要的是证据，顾九妖，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伤害百姓不是你所为呢？这名家丁已于前几日被我驱逐出府了。姐姐，什么时候将他逐出将军府的？我怎么不知道此事？此事七皇子殿下能替我作证。按照末朝律法，有卖身契的奴仆若要驱逐出本家，必须有立案文书。那日是七皇子殿下替我去办的立案文书，且立案文书留有2份，一份在七皇子手中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以将军府的名义拿走了立案文书，但你没想到这立案文书有2份吧？召见七皇子。莫小晨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顾九，莫小晨怎么跟你这么亲近啊？造神，顾家放逐奴仆的立案书，拿给朕瞧瞧。来人，这奴仆竟敢当众欺骗朕，把他拉下去，凌迟处刑。二小姐，我都是按照红姐的吩咐做的，我不想死啊！二小姐救救我！二小姐，我不想死啊！陛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红姐做了这些事情。姐姐，你诬陷我，红姐是当年外公捡来的，她根本就全都听你的呀！红浅不是我的婢女，她每月的月钱也不是由我发放。陛下若是不信，可以派人去顾家查账。顾九妖，你算计我！顾九妖，你为何不让顾云用药疗伤呢？陛下，是臣教女无方，没有教好顾九瑶。九瑶曾说过，顾家的一砖一瓦都是他的，其他人都不许动，所以他才不许臣用那筋骨疗伤膏的。臣恳请陛下严惩顾九妖。我朝素来以孝治天下，若是继续放任顾九妖无法无天，恐以后有人定会效仿啊！请陛下严惩。顾九妖，你有什么话要说？陛下，臣女只有一个要求，请陛下允许臣女和顾云滴血认亲。我想知道，我和顾清柔之间，到底谁才是顾云的亲生女儿？放肆！顾九妖，你怎敢在陛下面前胡来？
父亲为何怕滴血认亲呢？就算顾清柔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那对你来说也没有损失啊。顾九要怀疑我的身份，在老将军回来前不能再留他。滴血认亲，要去就去你们顾家，大殿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。是，陛下，但我确实不知我什么时候不允许他们用药了。姐姐，爹爹，甚至是奶奶都找你要过筋骨疗伤膏呀。可是你说筋骨疗伤膏只能给穆无情，我跟爹爹都不配。没错，九儿，爹爹这次不能再偏袒你了。你妹妹说的句句属实，你确实说过我们不配用那药。顾九瑶他们说的你可承认？陛下，臣女手里并无筋骨疗伤膏。你胡说！我明明看过你有不少的筋骨疗伤膏，你肯定有。陛下，边关传来消息，南越国暗袭，致使顾将军受伤，顾家军被敌军击退。太好了！这下连老将军都护不住你了。报！启禀陛下，顾将军传来消息，有一位叫穆无情的人带着大量的筋骨疗伤膏前往边关支援，顾将军已经得到治疗，并无大碍。什么？这穆无情何时去的边关啊？顾九瑶，他们说的筋骨疗伤膏是否与你有关啊？陛下，我之前说了，我手里并无筋骨疗伤膏，我拿出了我身上所有的银子购买筋骨疗伤膏，送去边疆支援外公。比起我父亲的皮肉之苦，边疆的数百万名将士更需要疗伤膏，这可以救他们的命啊！你，父亲，你因为我不给你疗伤膏，便污蔑我和穆无情有染，你还配当我的父亲吗？哼，我怎么知道你把药送去了边关？陛下，如若臣女此举是不孝之举，那臣女愿意为了边疆数百万名将士，做这千夫所指的不孝女。你来吧。真有你的！陛下，顾九瑶有意设计，故意陷害微臣。侯爷，顾九瑶乃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这么说是要陷她于不利的境地。难道真如顾九瑶所说，顾清柔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不，把脸凑过来。清柔，你竟敢骗我！你告诉我，你姐姐说筋骨疗伤膏我们不配用，我这才信你，给你作证。你怎么能诬陷你姐姐呢？九儿，你误会爹爹了。清柔之前从未说过谎，而你却经常胡作非为，我这才信了清柔的话呀。父亲，既然你这么相信顾清柔的话，那你跟她滴血认亲吧。不，九瑶，我从未做过对不起你母亲的事，你却执意如此，那是对你母亲的羞辱啊！那既然你不愿意滴血认亲的话，那就算了。陛下，顾清柔将此事闹到陛下与诸位大臣面前，这一个巴掌恐怕是难以向陛下和诸位大臣交代吧。恳请父亲打顾清柔50个巴掌，重振顾家家风，重振将军府的家风，重振将军府的家风。你，陛下，清柔闹了这么大的事，是该打，我打。忍一忍。顾九瑶，你现在满意了吗？逼着自己的父亲对自己的妹妹动手，你父亲如此做，也是为了维护你母亲。王兄，我怎么觉得这顾云是在做贼心虚啊？他要想证明自己对亡妻的一片痴心，
完全可以滴血认亲，自证清白啊！行了，顾家滴血认亲，这是他们顾家的事情，你们两个统统闭嘴！一个家事都能闹到大殿上，本王倒想看看是什么样的家事。本王不是说过，遇到任何事都可以找我，为何没有派人来找我？我自己可以。婵儿难得喜欢你，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找本王。别说被人陷害不孝了，就算当场杖毙顾云，本王也能替你撑腰。九儿，爹已经扇青柔20个巴掌了，为父的手实在是打不动了啊！来人，侯爷说他手累了。是。侯爷，您用这个竹条抽，好使顺手；你用这个掌子，一点都不会累。不必用这个。侯爷，听我们家摄政王的话，否则你这养女能不能保得住，也不一定。柔儿，再忍忍。够了！啊！顾九妖，你仗着有摄政王给你撑腰，就如此伤害一个无辜的姑娘，你根本不配当人。来人，把本王与顾家的恩怨说给他们听听。是。四殿下，你可知你口中这位善良无辜的姑娘都做了些什么？哼，青柔她能干什么？前些日子，小世子离家出走，遇到顾大小姐好心收留，顾二小姐擅自搜查顾大小姐房间，撞见我家小世子，竟污蔑小世子是野种。胡说！偏偏顾云对顾二小姐的话深信不疑，竟扬言要打死我家小世子。顾云，你哪来的胆子敢动摄政王府的世子？陛下，微臣真不知道他是小世子啊，这都是误会啊，误会。陛下，当时顾云不听顾大小姐的解释，就认定小世子是野种。若不是顾大小姐拼死保护小世子，小世子恐怕已经……够了，竟让我皇家受尽侮辱！你继续说。是，当时王爷赶来，就要打顾云板子，王爷体恤，便让顾清柔替他承担50大板。顾云却不愿，偏护养女，点名要让顾大小姐替他承担50大板。啊，不啊！看来顾云与其养女的关系非同一般呐，不然他怎舍得让顾九妖挨板子，也舍不得让顾清柔被打啊。顾云多年来孑然一身，自然希望女子作陪，但他不应该找自己的养女啊！哼，如此心计，当真是禽兽不如啊！胡说八道！陛下，微臣与青柔断无私情，只是青柔父母有恩于臣呐。恩情，顾将军有军功为你换爵位，让你入赘顾家，改姓顾。你倒跟朕说说，顾清柔的父母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，让他对你的恩情比顾将军还要高？臣行了，既然你义女的父母对你有天大的恩情，朕就做主，让你不欠顾将军分毫，篡夺顾云爵位，贬为庶民。朕今后再也不想在朝堂之上见到你。陛下，顾九妖送金骨疗伤膏去边关，此大义之举，朕敬你为义士。顾九妖今后入宫，不必再行跪拜之礼。谢陛下恩典。我爹好看吗？好看。那要给我当娘亲吗？小陈，你是摄政王府的小世子，我们如果走得太近的话，会引起其他人的揣测和误会，这样对我和对你父王都不利，你明白吗？我想清楚了，你嫁给谁，谁就是我爹爹。小陈，你怎么跑到宫里来了？瑶瑶之前救了我，如今有人欺负瑶瑶，
就是来皇宫救他的。你是顾将军的外孙女？是，顾九妖见过太妃。顾将军可否教过你规矩？我好歹也是当朝太妃，见了我，为何不行跪拜之礼？陛下已经允了，他在宫中不必给任何人行跪拜之礼。觉儿，你可从未为一个女人说过话。顾姑娘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我听说你曾经被人牙子拐过，失踪了1年。那1年你是怎么过的呀？这件事与太妃没有关系吧？想要嫁给觉儿的姑娘，必须是冰清玉洁。顾姑娘可能不知晓我摄政王府的规矩。太妃误会了，我从未想过要进你们摄政王府。祖母，我不准你欺负她，从今以后不准靠近瑶瑶。把太妃送回王府。是，太妃。小臣和我发脾气也就算了，怎么连你也这样对我？顾九妖是小臣的救命恩人，无非你对救命恩人的态度是这样的吗？王爷，今日在大殿上，你帮了我，你我2人已2不相欠。从今往后，我会尽量避着小臣，不再与他有过多牵扯。瑶瑶，你答应过我会去看我的，不能说话不算数。小臣，正是因为我喜欢你，我才想让你过正常人的生活。我们终究是2条路上的人，我不会做你娘亲，我也不想你和你父王因为我而受到牵连。瑶瑶，放开我！我要跟着瑶瑶。朕不想让你跟着他。放开我！我要跟着瑶瑶。娘亲，不要丢下我！为什么我的心会这么痛？小臣，你快把我忘了吧。我就说顾九妖心怀不轨，他居然哄骗晨儿喊他娘亲，以为这样就能进得了王府的门。莫非你住口！觉儿，你居然为了那个女人！我的妻子我自己会选择。顾九妖绝不可能是你的妻子。还愣着干嘛？送太妃回府。是。太妃娘娘，请随属下离开。不啊，瑶瑶真的不要我了吗？你先随我回府，顾九妖的事，本王会解决的。哎呀，就是这个公道啊，没错，怎么这样？就是啊，顾九妖竟然安然无恙的回来了，他怎么没受半点惩罚？肯定是大臣们帮他辩解，救了他这样的人。哎，这还有没有天理啊？可怜顾家2小姐和顾侯爷。顾九妖，你还敢回来？笑话，这里是顾将军府，我有何不敢？传陛下口谕。陛下口谕来了。放下。这是带了什么啊？陛下来了圣旨，必定要严惩顾九妖的。陛下要是把顾九妖给赶出顾家，那顾家的一切都是阿云的了。这位公公，我是侯爷的亲娘，如今侯爷不在府中，就由我代将军府接旨吧。好。传陛下口谕，顾家小女顾九妖为边关战事立下大功，却蒙受不白之冤，为奸人所害，故赠夜明珠1对，锦衣罗缎5匹，黄金1万两。哇，怎么这么平身吧。我是不是听错了？陛下的赏赐是赏给我儿顾云的吧？照你的意思，
家是乱传圣旨喽。哎，不，老身绝不是这个意思。老身很清楚顾九妖的为人，他怎么可能为边关的战士做出贡献？陛下定是听信了他的谗言。这次边关遇袭，伤亡惨重，连顾将军都身受重伤，是顾姑娘花大量银钱送去了筋骨疗伤膏，众将士的伤势才得以痊愈。像他这种为国为民的人，在有些人的眼里却成了不孝。边关居然遭遇了如此战事。对呀，我们竟然听信了这个赵老太的话，帮助他辱骂救下整个莫国的恩人，太不像话了。侯爷和青柔呢？怎么没见他们？哼哼，那顾云因为诬陷了顾九妖，被陛下贬为了庶民，而顾青柔嘛，在大殿上被顾云扇了50个耳光。什么？老太太，陛下的口谕已经送到了，那顾姑娘还是好生保管吧。多谢公公。你的身边可是群狼环伺哟。公公慢走。怎么会这样？小姐，你长大了。处理好他们。是。没想到是这样，就是顾九妖是好人呐。是。哎，是不是？二位，将军府容不下你们，请尽快离开。青柔和我大哥受了伤，我们要留下来照顾他们。顾云触怒陛下，被贬为庶人，二位还是尽快找个地方好好照顾他们。我将军府可不敢再招惹上这种人，省得跟着倒霉。关门！等等！这么多人了，进不去。你们怎么能把我们关在外边？开门呐！开门！开门！没想到柳姑娘出落得如此亭亭玉立，让人看了打心眼里喜欢。谁要是娶了你呀，定是他的福气。论这世间男子，妖儿最为崇拜的就是摄政王了。太妃，小世子还是不愿意进食，给他饿几天，他自会找厨房要食物。太妃，要不让我去瞧瞧，小世子许是生病了，这才不愿进食。好，柳姑娘有心了。阿青，带柳姑娘去看看小陈。是，柳小姐，这边请。有劳了。小世子殿下，我是柳太傅的女儿柳云烟。我不要你做我娘亲。小世子，我没有想做你的母亲，我只是担心你的身子。我的厨艺可好了，你想吃什么，我给你做。你会做萝卜吗？萝卜，好，那我就给你做一桌子萝卜宴。柳姑娘，是晨儿愿用膳了。小世子说他喜欢吃萝卜，我就做了一桌子萝卜宴，希望他会喜欢。晨儿不是最讨厌吃萝卜了吗？呸！这不是萝卜，怎么这么难吃？晨儿，你是最不喜欢吃萝卜的，为何要如此戏弄柳姑娘，让她给你做萝卜宴？我没有戏弄她，这不是萝卜，除了萝卜，我什么都不想吃。晨儿，太妃，您别怪罪小世子，许是我做的太难吃了，他才不喜欢的。晨儿，你已经3天没进食了，柳姑娘辛苦做的这些萝卜，你要给我吃了。
我不吃，我要吃夭夭给我的萝卜。来人，喂晨儿吃萝卜。是，把这些萝卜强行灌到他嘴里。小世子得罪了。吃，以后看到萝卜你就会想吐，看你如何念着顾九妖。王爷，王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小世子被太妃强行喂了几碗萝卜，如今已经抽搐不止了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马车已经备好，本王先去一趟顾家。是。也不知道小陈现在怎么样了。王爷，你干什么？小陈突然抽搐不止，后恢复一趟。好，快！嫣儿，你给小陈开的药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？可能还要再等一会儿，他的症状就会好转了。小陈，小陈，小陈，顾姑娘，你来摄政王府做什么？他不来，你能搞定小陈吗？小陈，风寒之症，需以柴胡、大青叶、茯苓、桔梗等药材熬汤服用，若配上灵泉，效果更佳。小陈已经吃了柳姑娘开的药，这位柳姑娘是柳太傅的女儿，医术极好。这个房间湿冷，小陈感染了风寒，我们得找个地方让他养病。好。你要做什么？等等，这小世子得的分明就是惊风之症，而非风寒。摄政王殿下，还劳烦您将世子放下，让我为他继续治疗。顾小姐，您不能为了争恩宠，就将小世子的安危置于不顾吧？闲杂人等，滚出摄政王府！摄政王殿下，您这是要赶我走？那我们走。不许走，珏儿，要走也要等晨儿醒来，经过晨儿的同意才可以带他走。要是小陈走了，他和珏儿都没有和柳云烟相处的机会。父王，小陈，娘亲，如果这是梦，我愿意一辈子都不醒来。这不是梦，娘亲，我好想你。我不该不理你的，我也很想念你。瑶瑶，我想吃胡萝卜。就知道你喜欢吃，拿着。吃吧，吃了顾九妖的胡萝卜，世子就会像刚才那样大吐特吐。晨儿，你父王要带你去东园，祖母知道你不喜欢东园。不，我不去。你要是不去的话，就留在王府。不，我要跟着夭夭。夭夭，你带我回将军府。本王的儿子不可寄人篱下。不过，顾姑娘可以暂住在东园几月吗？陪着臭小子。珏儿，这与理不合。我不在意世俗的眼光和名声，我只想陪着小陈，他值得被好好对待。有我在，没人敢非议他。若有人，本王让他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你也想让我说不了一句话吗？连亲娘都要杀了吗？你连亲娘都要杀了吗？那你就好好的在王府当你的太妃，少招惹是非，否则日后休怪本王翻脸无情。我们走。好。晨儿，珏儿，你们给我回来！
小陈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王爷放心，等到小陈再找到下一个喜欢的女子后，我会立刻消失在小陈的生活里。你放心，等小陈康复了你就离开，就算他饿死，我也不会让你再见到他。我并非是嫌小陈麻烦，我知道，你是嫌与我打交道麻烦。不过本王的儿子现在离不开你，我希望你留下来，好好陪陪他。我怕小陈待会儿醒来肚子饿，就煮了点清淡的粥。王爷用过膳了吗？还没吃，给我盛一碗。我只是客气一下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王爷请用。怎么样？可还符合您的胃口？这粥竟比御膳房的美味。哼，这可是用灵泉煮的，能不美味吗？刚才，王爷请讲。我不该对你动怒，刚才是本王的不对，但以本王对小陈的了解，他从未喜欢亲近依赖过任何人。你是他唯一依赖的女人，我相信以后不会再出现第二个这样的女人，让他如此喜欢。可能是因为他在府里面从未感受到真心的关爱。小陈还小，他日后一定会碰到一个真心喜爱他，也喜欢你的姑娘的。本王长得不好看吗？封神俊朗，绝世无双。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本王？我有喜欢的人了。你不可以喜欢别人，你不可以喜欢别的男人，你要喜欢，只能喜欢本王，不然小陈会认别的人做爹。王爷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小陈我喜欢的人是谁。顾家那边我已经知会一声了，你最近不用回将军府了。好。瑶瑶，好饿。小陈，你醒了？我好饿。我给你煮了粥，你现在只能喝点清淡的。来，我喂你。瑶瑶，啊，这个粥好好喝，吃了你做的饭菜，我就不会想吃别人做的了。他自己有手，让他自己吃。小陈的身体现在还很虚弱，瑶瑶喂我吃的香。瑶瑶，今天你跟我一起睡好不好？瑶瑶，今天你跟我一起睡好不好？不可以，男女7岁不能同席，你们不可以一起睡。我才5岁，没有7岁。那也不行。好啦，我晚上就睡在你隔壁，等明天呢，你睡醒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我。小陈年纪也不小了，你不该这么惯着他。他也只是一个5岁的孩子。本王5岁的时候已经提刀杀人了，他现在年纪也不小，也该懂事了。
你们都不宠他，那我来宠。小陈之所以亲近我，就是因为在王府里没有一个人把他当做一个普通小孩对待。来喝，再来一杯。确实啊，好久不见，喝这个。顾姑娘、小世子，没想到你们也来这酒楼用膳，来跟我一块儿。抱歉啊，我们订了包厢。顾姑娘，你有所不知，这酒楼是当下最火爆的酒楼，连我来了都只能在这大堂里坐着，你怎么可能订得到包厢啊？我想起来了，你的包厢应该是这摄政王帮忙预定的吧？对了，您这几日刚住进东园，可还住得习惯？这顾九妖跟摄政王非亲非故，他住进东园，这成何体统啊？听说他为了给摄政王暖床，好几日都不回将军府了啊！哎呀！你走开，少来假惺惺的关心我家夭夭。顾九妖，确实啊，你利用一个小孩来为难柳姑娘，这太过分了吧？坏女人！从见到夭夭的第一眼，我就认定了她就是我的娘亲。小世子，这顾九妖哄骗你喊她娘亲，她是什么用意？这已经很明显了。吹，残花败柳，还妄图嫁入摄政王府。哎呦，打人了！小二在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，拉入醉笑楼的黑名单。是。顾姑娘，你别以为自己住进了东园，就可以在这醉笑楼里如此放肆。你想嫁给摄政王，与我无关。我住进东园是为了小陈，等到哪一天你成了东园的女主人，我自会离开。若是摄政王知道你让小陈喊你娘亲，他顿时不会放过你。小陈叫九妖娘亲，是本王允的。王爷，这小世子喊着顾九妖娘亲，这于理不合，也是有损皇家声誉。而且我也是为这顾姑娘的名声考虑，她一个云英未嫁的姑娘，若是被人喊了娘亲，那她以后还怎么嫁得出去？你一个外人，未免操心太多了吧？刘氏，若以后再让我看到你对顾九妖不敬，就连你爹都护不住你。午膳准备好了，随我上去。多谢王爷。今日让诸位见笑了，各位今日在醉笑楼的所有吃喝，均由小女请客，还望大家吃得尽兴。那摄政王演一遍，只不过是暂时让顾九妖迷惑了，日后他就会明白，像柳小姐名门贤淑啊，才有资格做摄政王妃。顾九妖只不过是占着顾老将军的军功罢了，残花败柳，和柳姑娘是比不得的啊，比不得的，比不得的。喝多了。柳姑娘，我家主子说他不想在醉笑楼再见到你，请你马上离开。我何时得罪过你们醉笑楼的主子？就在刚才。你们家主子一定是受迫于这摄政王的威压，才如此待我吧？柳姑娘，请。多谢王爷方才解围，只是经此一事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解释不清了。小陈喜欢你，以后你遇到任何事情，不必一个人扛着。你宠爱小陈，本王自然护你周全。父王说这是娘亲留下的东西，是我最喜欢的东西，我把它送给夭夭。我把它送给夭夭。不行，这是你娘亲留给你的东西，
我不能收。在我心中，瑶瑶就是我的娘亲。拿着吧。好，那我就替你们保管着。瑶瑶，希望你看到这个木牌就能想起我。吃饭吧。王爷，我想问一些关于小陈亲生母亲的事儿。他的母亲现在在哪里啊？本王不记得了。6年前，本王身患重病，出门求医。不知何时，本王的病好了，然后身边就多了这个嗷嗷待哺的莫小晨。你忘记了小陈的母亲是谁？不记得了，这件事我查了5年，也未有头绪。小陈既然喜欢你，那你留下陪他吧。我不可能陪他太久的。你是觉得在不久之后会有另一个女人取代你在小陈心目中的位置？你要走，现在就走，不必等那个女人出现。要不是因为小陈是你的儿子，我早就把他拐走了。我还想带他去顾府住呢，住在你这东园，毕竟也确实挺不方便的。父王，我也想去住将军府。你闭嘴，吃里扒外。想拐走本王的儿子，在我这儿没商量。瑶瑶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？瑶瑶，要不我们私奔吧？不可以学坏。瑶瑶，你会离开我吗？不会啊。可外面那些流言蜚语都说你……我不怕，也不惧。我每天能够看到你，就已经很幸福啦。就嗷一口，吃了小兔子。害不害怕？瑶瑶，你讲的故事好吓人，今晚我要和你一起睡，不然我一个人睡不着。当然可以啊。王爷进房间之前，难道不知道先敲门吗？我是找小陈的。翠霞楼的事，本王不该对你发脾气。我想要拐走王爷的孩子，王爷生气也是应该的。但是你明知道小陈房间有外女，却贸然闯入，该道歉的是你。抱歉，是本王唐突了。不过小陈身为男子，你不该跟他同处一床，更不该穿这么单薄的衣服。小陈他只是个5岁的孩子，那也是男子，除非他把自己给搞了。父王，你还是把我阉了吧，我成了公公，就可以和夭夭一起睡了。你是嬷嬷都不行。莫小晨，过来。夭夭，对不起。没事。父王，你喝多了吗？怎么路都走不稳了？闭嘴吧。没想到孩子都5岁的摄政王居然这么纯情呢。跟我走吧，小世子。放开我，娥罗，我就再也见不到我娘亲了。太妃甚是想念世子殿下，还请世子殿下随老奴回王府。放开我！别闹了，快走！快跟我走！放开我！小世子，快跟我走！放开我！你快跟我走！小世子殿下，果然又是你这个坏女人，是不是你让祖母把我绑来的？小陈，怎么能如此说柳姑娘？
祖母告诉你，以后柳姑娘就是你的母亲了，你要是对她不尊重，就是不孝。我才不要对她孝呢！搬弄是非的坏女人，她不配。小世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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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给我过来！快我！小世子，快！小世子，快来人呐！救命啊！有人落水了！快来人呐！救救小世子！要是被淹死，那就最好了。快救救小世子！云烟，你医术了得，可要救醒小陈。云烟，小陈现在状况如何？太妃，小陈他已经气息沉，毫无生机。什么？太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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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意思是？小陈已经，即使是华佗在世，也救不回小世子了。这下糟了，我怎么对觉儿交代？小陈，小陈，小陈，溺水之症，施救已晚，其他方式无救，只有灵泉之水才能施救。顾九妖，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云烟在给小陈施救，你如果耽误了小陈的救治，我让你陪葬！你在给小陈吃什么？你动他一下试试。雪儿，你眼睁睁地看着他害小陈。顾九妖，你给他喂了些什么？他现在命悬一线，你不能给他胡乱喂东西。他刚刚还有鼻息，现在已经没气了。什么？小陈！太妃，顾九妖，你害死了我的孙儿，你要偿命！来人，把顾九妖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太妃听不懂本王说的话吗？本王说了，谁都不可以动他。觉儿，他害死了小陈，你还这么护着他？顾九妖，你的死期到了。小陈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顾九妖怎么会有起死回生的能力？难道他的医术在我之上？小陈，你醒了，奶奶抱你。先别碰他。说吧，谁动的小陈？本王听说是你带走了世子。王爷，老奴是奉太妃之命把小世子带回王府，后来发生了什么，老奴就不知道了。觉儿，母妃并非故意的，小陈对云烟姑娘出言不逊，我只是想让小陈给云烟姑娘道个歉。谁曾想，小陈站立不稳，无身落入水中。是你动的手，还是和其他人一块儿动的手？觉儿，母妃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小陈落水，我也很难过。刚才我还以为小陈，我的良心已经受到惩罚了。太妃伤及世子性命，杖责100，即刻执行。太妃的身子骨压根就挨不了这100廷杖。王爷，您这要是用了太妃伤了我儿的性命。等一下，王爷大动干戈，杖责太妃，此事若是传出去，怕是对贵妃不利，而且陛下可能会对王爷心生不满。谁让你假惺惺的替我说话？若不是你带坏陈儿，小陈也不会这样。那让太妃也下水吧，也下水吧。我可是觉儿的母妃，你们不能这样对我。顾九妖，你可真歹毒。本王倒觉得不错。王爷，她可是您的母妃。太妃强行带走小陈，害小陈落水，必须受责罚。顾九妖，我不会水性，你是想要本宫的命啊！我本宫有个3长2短，
我让你们傅家全都跟着陪葬。你说你不会水性，那小陈他就会吗？小陈他在水里啊！若不是有灵泉相救，小陈早已溺亡在此。而且，你们都没有救他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把他当做自己的亲生孩子，那他落水的时候，你怎么也没有救他？我不习水性，而且他那会落了水，我就被吓到了，是焦秀风了神。如果是母亲，怎么会待在原地？肯定是奋不顾身的跳下去救他。你到底存着什么样的心思？云烟只不过是被吓到了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既然你们说不清楚，就由小陈来说。反正小陈已经醒了。莫小陈，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祖母命人把我从东园带走后，说是夭夭带坏了我，我生气了，不想理祖母。祖母拽着我，我没站稳，掉进水里了。娟儿，母妃真不是故意的。有个坏女人在岸上看着我，像是恨不得我死掉的样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死了，你嫁入摄政王府后，你的孩子就能取代我？你的孩子就能取代我？我从没这样想过。小世子，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本王的儿子说有就是有。来人，将太妃与柳云烟丢入水中。柳云烟，你就和太妃在好反省。还有这个老太婆，一块儿丢下去。哟，小公子，你想来买什么药呀？你们这有没有能留住我娘亲的药？能不能留住你娘亲，那得看你爹的本事啊。我爹没本事留住娘亲，不然我也不会四处寻找留住我娘亲的办法。哎，我这儿有药，名春梦无痕，你给你爹用点，你爹就有大大的本事能留住你娘亲了。你再给你娘亲用点，你娘亲就会对你爹爹欲罢不能。怎么样？那个什么春，小爷我全要了。嘿，好嘞。父王，父王请用茶。怎么，孝顺了？小臣今日给父王当视察童子，好不好？你不给我捣乱就行。瑶瑶，这是我亲手做的粥，你快喝呀！你怎么突然想到给我煮粥啦？因为我想对你好呀。瑶瑶，你快喝，冷了就不好喝了。春梦无痕，春药食用后须以男女之欢缓解药性。须以男女之欢缓解药性。小陈，这碗粥是你亲自熬的吗？连米都是我亲手掏的。瑶瑶，你快喝呀！我一会儿还要看账本，我看完账本之后再喝好吗？瑶瑶，你一定要喝哟。小陈，你除了给我送了粥，你还给谁送啊？没有别人，连父王都不配吃到我亲手煮的粥，我就给他送了茶。顾姑娘，王爷在房间里吗？顾姑娘，我家王爷头疾犯了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我是大夫，他现在生病了，王爷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病人，说不定我可以治好你家王爷的头疾。这，姑娘，我家王爷以前不会这样的。王爷曾经身患过重疾，之后失踪了1年。等他回来后，王爷的重疾治愈，但他的性格却发生了重大改变。摄政王怎么会失踪1年？属下不知，王爷也不知他失踪1年期间发生了什么。
摄政王的经历怎么与我的如此相似？阿乔，的相遇，还有你在身边的一幕朝夕，就这一死一去，一心一意的期许，为何你无言相阿乔，听一场雨。春梦晚无痕，解药男女之欢。除了男女之欢，还有没有别的解决办法？解药男女之欢，区区媚药，连空间灵泉都无可奈何。体内力引入体内，深至灵泉，浸泡3个时辰方可解除药效。阿乔，我如何将他体内的药渡至自己体内？以唇相渡。你来干什么？出去！你中了春梦无痕，我来替你解。本王不需要你替我还钱。王爷纯情的样子还是挺讨人喜欢的。放心，我很快，可能一开始会有点疼，你忍耐一下，过一会儿你就会感到舒服了。是你主动来招惹本王的。不知道父王和娘亲生灵子成熟饭了没有？小世子，王爷察觉到你给他喝的茶水不太对劲，让属下带你过去。啊，我被父王发现了。哎，小世子，你给属下说说，你给王爷下了什么药？我买了一包春梦无痕，父王和夭夭喝。药铺的老二说，春梦无痕可以让父王本事大涨，能留住娘亲，也能让娘亲对父王欲罢不能。哎呀，小世子，你可闯下大祸了。李小姐，顾九妖为了爬上王爷的床，收买了小世子，给王爷下了春梦无痕。我以为顾九妖能住进东园是深得王爷喜爱，原来是使用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才爬上王爷的床。秋叶，把衣服脱下来。既然王爷中了毒，那谁都能爬上他的床。我如果怀上了他的孩子，那我就是摄政王妃。小姐，你就不怕惹怒摄政王吗？摄政王如果真的喜欢顾九妖的话，早就娶她了。这些日子都不碰她，就是嫌她脏了。我如果救下她，她说不定还会感谢我。王爷，今夜就按柔儿来附身。王爷，你没中药啊？竟知道本王中药。叶寒，属下在，查一下，他怎么进来了？顾家二小姐，你怎么穿着东园丫鬟的衣服？跟他废什么话？送去刑堂审问。是。王爷，饶命啊！王爷。启禀王爷，小世子说他是下了一饼叫做春梦无痕的药，顾姑娘也已经服下了这药。顾九妖也中了这药，难怪刚才他亲吻我。本王去趟东园，你不用跟着。是。
热，这药效什么时候能退？春梦无痕收费药量，需浸泡灵泉6个时辰以上方可消退。还问吧，只当我昏睡过去了。顾姑娘，你现在还好吗？雪，我好热。本王体内药效已退，怎么身体还这么燥热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我会失去理智。顾姑娘，本王就在门外守着，你若有需要，可唤我。雪，不行，不行。兄，我的脑子里都是那些污秽的画面，却好像真实发生过一样。本王怎么会梦到这种梦？好像真实发生过一样。难道顾九妖昨夜是用这种方式给本王解毒的？王爷，王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王爷，说吧，谁让你来东园的？我打晕了一个丫鬟，你穿她的衣服进来的。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你啊，王爷。若换做以前，本王会杀了你，但你毕竟是顾家的人，本王不想惹九儿嫌弃。王爷，你真的决定饶了我吗？来人，把他的手脚给本王打断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6年前顾九妖被人鸭子拐走的时候，他早已没了清白之身了。这么肮脏的人，如果爬上了你的床，那对你来说就是耻辱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，王爷。不这么巧，他的母亲也失踪过。王爷，我是不想让你被顾九妖蒙骗，我是为了顾家的未来，我才愿意牺牲自己的。顾九妖有没有跟你说过，他失踪的那一年发生了什么？他没说这些，他早已没了手工纱，可能被人鸭子拐走的那些日子非常难以启齿吧。你既然喜欢牺牲自己的身体，本王就送你去青楼。王爷，王爷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王爷，叶寒，你去查一下顾九瑶失踪的那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本王想知道，她失踪的那年是否与本王有关。王爷，你是怀疑顾姑娘很有可能是小世子的生母？若她真的是，可顾姑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生过孩子呢？她和本王都失去了1年的记忆，会不会太巧了？是，属下这就去调查。哼，父王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害怕夭夭离开我，谁让你这么不中用？夭夭的身子还好吗？你应该庆幸她安然无恙。来人，把小世子关进柴房，没本王的允许，不准出来。哼！小陈，你溺水后身体未愈，怎能待在如此湿冷的地方？夭夭，对不起，
我再也不会做伤害你的事了。你的身体还好吗？要去看大夫吗？我的身体无碍。你还小，莫局怎么如此狠心？走。顾姑娘，王爷有令，任何人都不能将小世子放出去。你别拦着我。如若小世子生病，这责任你担当得起。摄政王若是不管，让他来找我便是。就是。哦，对了，顾姑娘，你父亲来找过你，你若不愿见他，属下就命人将他赶走。他有说所谓何事？是为了顾清柔的事。顾清柔失踪，此事与我有何干系？让顾源在大门外等我。我很久没有听到他的狗吠声。你妹妹是不是被你给拐走的？你为何认为顾清柔是我拐走的？莫非当初是他把我卖给人牙子的？你当年被拐卖一事，跟你妹妹毫无关系。那既然我的失踪与他毫无关系，那他的失踪，那又与我何干？九儿，算爹爹求求你了，你外公就快回来了，你不能再对你妹妹动手了。既然你认定是我拐卖了他，那我就有办法让他永远回不来。哼！圣慈跟我说，昨晚青柔来东园找过你，今日他就了无音讯了。赶紧把柔儿还给我，还给我！王爷，本王看到你的脸就想到顾清柔，令人作呕。王爷，你见过我女儿？哼，她昨夜想爬上本王的床，本王送她去青楼。既然她这么喜欢爬床，本王就让她爬个够。啊，完了，青柔的名声和名节全完了。竟然还有这种事呢！你出来干什么？轻薄完本王就想跑？我哪有轻薄？脑子里幻想的那些又怎么能叫轻薄呢？亲嘴不算轻薄。我那是用内力将你体内的春梦无痕给逼出来的。我是大夫，在我眼里，王爷你是病人，就算把你脱光了，我也只能看到你全身上下362个穴位。小陈说的对，本王确实不中用。王爷，我已经将小陈从柴房里面带出来了。孩童顽劣，需耐心教导，不可体罚。你还真当自己是小陈的娘亲了？王爷，你要是对小陈不好的话，我肯定会把他拐走的。瑶瑶，我给你带礼物了。礼物？瑶瑶，叶寒叔叔说你不喜欢父王那种类型的人，我就让下人帮我找各种类型的男人。瑶瑶，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喜欢的？以后夭夭是我娘亲，你选中的就是我爹。小陈，你快让他们出去吧。哦，这里没有夭夭喜欢的男子。叶寒叔叔，再帮我找些男人吧，那些夭夭都不喜欢。啊，这莫小陈，你是要认别人做爹吗？谁让父王没本事娶夭夭，谁娶了夭夭，谁就是我爹。小的不敢。王爷息怒，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。出去！把他也给我带走。是。小世子，我先带你回房休息。不要！不要！
阿九一生一世一双人，本王到底跟谁许下了海誓山盟？王爷，你怎么了？阿九，好像有人也曾用这样的语气唤过我。我这是又犯病了。灵泉空间没有提醒我，说明莫绝的病无药可治。阿九，别丢下本王，求求你，不要走。王爷，你先放开我。阿全，我们的宝宝要出生了。这是我的声音吗？我曾经怀过孩子，不可能。噬心蛊已完全从体内清除，身体安康。我曾经中过噬心蛊吗6年前，那噬心蛊会导致人失忆？会。摄政王可有得过噬心蛊？没有。6年前，我与摄政王一同失踪了1年，我和他之间或许没有交集。父王，你醒了。曾外祖父已经班师回朝了。瑶瑶现在回顾家，准备迎接他外公。父王，我们也要去迎接顾老将军。这些日子是谁在照顾我？是夭夭哦。父王，你真有福气，我生病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好的待遇呢。这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婵儿，把鞋子给为父拿来。走吧，随我出城。出城干嘛呀？你不想去迎接顾老将军吗？想。父王，快带我去呀！走。陛下来迎接我也就算了，怎么是摄政王？我这是哪儿得罪摄政王了？摄政王他怎么会来迎接外公？有摄政王在这，计划就可能不成功了。老臣拜见摄政王。曾外公，欢迎回家。这是九儿的孩子，都这么大了。好。不对，九儿还没嫁人，她怎么来的孩子？你是夭夭的外公，就是我的曾外公。母亲从未跟我说过九儿有个儿子，到底是谁毁了九儿的清白？顾九妖能做出这种有辱斯文之事，个死娃娃，怎可直呼我外孙女的姓名？我娘亲是你的外孙女，我是你的曾外孙。有埋伏！孤王谷死士，顾将军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摄政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见过我？6年前你荡平毒王谷，我等怎能忘记那日？本王居然忘了，6年前我奉命剿灭毒王谷，毒王谷屠戮村庄，大量百姓被抓，沦为要人。王爷，这边。
阿菊，你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到神医谷了，我会去神医救你的。当年带我去神医谷求医的女人是谁？为什么我会把她忘了？受死吧！王爷小心！我的心怎么突然这么慌？大小姐，不好了，老爷在城外遇袭了。什么？外公上一世并未遇袭啊！吸入大量灵魂杖，又中千金毒，需以解毒药救治。解毒药的药方为龙须根、百霜草、望月砂，再辅以灵泉调理。外公，筋骨多处受伤，需用筋骨疗伤膏救治。上辈子外公在边境深处受伤，他是被顾清扬抬回来的。我以为这辈子外公不会遭此不幸。刘叔，大小姐请吩咐。帮我去药房拿点药。是。我与小陈去城外见你外公，遇到毒王谷的袭来。毒王谷。吸入大量灵魂杖，噬心谷即将发作。10、9、8，你受伤了？我没事，我去看看小陈。5、4、3、2，他怎么中了噬心蛊？噬心蛊如何解？洗灵泉。那他是刚中的噬心蛊吗？噬心蛊为6年前所中，如今复发。6年前，莫绝与我中噬心蛊的时间相同。大小姐，药我拿过来了。摄政王这怎么了？刘叔，你快去煎药。摄政王中毒，我得为他疗伤。是，大小姐。他能不能进入到我的空间里？如果进不了空间，那还怎么泡灵泉？不管了，先试试。医者仁心，医者仁心，不可被摄政王的皮相所迷惑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给你家王爷治病。叶寒，你过来。好。把王爷的衣服扒了。大小姐，我不能这样，我没这个胆儿。摄政王中了噬心蛊，他现在需要泡药浴，你把他衣服扒了，然后扔进浴桶里。好。王爷，得罪了。叶寒，你先出去吧。属下想陪着王爷，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不合适吧？这……你还想不想救你家王爷？我是大夫。好吧，顾姑娘，我家王爷脾气大得很，您若是把持不住，下手可以稍微轻一点。
快累死我了。阿菊，你冷静一点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我是将军府的大小姐顾九呀。顾老将军的外孙女，怎会流落毒王谷？我被人牙子迷晕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毒王谷这个囚笼了，沦为了毒王的药人。等本王体内的毒钾便送你回京。神医说，我是毒王最优秀的药人，我的身体可以解你体内的噬心蛊。你干什么？你可忘了你与四皇子的婚约？我已经沦为药人，定会被四皇子所厌弃。你以为本王会接受四皇子不要的女人吗？大胆从本王身上下去！我顾九妖想要的，就算是天上的神仙，我也要搞到手。来人，帮大小姐收拾好东西，即刻送她离开顾家。父亲，看来你身上的伤好了，摄政王的那一脚还没让你长记性吗？你还有脸提？青柔被摄政王送到烟花之地，这事肯定跟你脱不了干系。如今青柔已经名声受损，整个顾家在京城连头都抬不起。为父再也不能纵容你作恶了。九儿，为了你，为了你的母亲，我曾经发过毒誓，此生不娶。到现在，我就你一个女儿，而你就因为青柔身世可怜，为父多偏袒她几分，你就羡慕嫉妒，处处陷害她。你以为我把你赶出家门，我的心就不痛吗？唉，你到外头好好反省，我一定会去接你的。你也配提我母亲？你就不怕她从棺材里跳出来，然后掐死你吗？放肆！你竟敢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！那这话我便说了，从今日起，我顾府再无什么姑姨和二小姐。哎呀，你们都听一听，顾九妖竟然说出这种六亲不认的话！哼，老将军回来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决定。哼，你当真以为我外公身负重伤，整个顾家就轮到你称王了吗？等了这么久，也没人来给这小贱人收拾行装，只能我老太太亲自给她打包。早就该让她滚了，也不瞧瞧青柔都被你害成什么样了。给我滚！你拥有的一切早该让给青柔了。是谁要把我宝贝的外孙女赶出顾家？是谁要把我宝贝的外孙女赶出顾家？外公，您重伤未愈，怎么出来了？听你刘叔说，你学了医术，外公喝了你配的药，全身都不痛了。九儿别怕，有外公在，谁也不能欺负你。你对我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爹，我这么做是为了顾家。你是为了顾家，还是为了顾青柔？柔儿太过善良，
他在顾家寄人篱下，我这才偏爱他几分。但是在我心里，最重要的还是九儿啊，爹！真是可笑，你们这些人永远不知道满足，甚至欺负到我外孙女的头上。顾家、顾清柔，还有你，什么都不是。毛匹夫，我迟早要弄死你！爹，我知道在你心里只有九儿，但是你知道这么多年他都做了什么吗？他害清柔身败名裂，却丝毫不知悔改，而且他还对我动手啊，爹！爹，这些年我跟青阳给顾家做的还不够吗？难道我为了一个顾九瑶这罪人，舍弃那些无辜的人吗？你我儿说的有什么不对？真是有什么样的娘，就有什么样的女儿。早知道顾若也生这么一个女儿，当年就不让她逼样子嫁给我儿子。你，你敢打我？既然你觉得我娘和顾云的结合是个错误，那么今天就由外公做主，把顾云赶出顾家，再也不得使用顾氏这个姓氏，与我娘也再无关联。爹，你听一听，现在这顾九瑶都变成什么样子了？这种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人，难道您还要护着他吗？6年前，外公领兵出征，那年我被卖给了人牙子。九儿，你被卖给了人牙子了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？顾云，你给边关送的书信，为何没有提及这件事？我失踪了整整1年，你有去找过我吗？你有告诉过外公这件事吗？哎呀，老将军常年在外征战，我怎么可能会打扰他？九儿，为父真的去找过你啊，只是没有找到你啊。刘叔劝你出京寻找，你却笃定我就在京城，若是分散人手，就一定找得到。老奴当年跪下求姑爷，也都不愿意派人出京寻找大小姐。我怎么知道当初你被拐卖到外边了？我失踪了整整1年，当我回来后，我手工纱不见的事闹得满城皆知。你根本就不在乎我的名声，我的名声对你来说根本就不重要。不，我声名狼藉的时候，你也没有为我说过一句话。九儿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顾清柔做了这么多事，你都是让我替她背锅。临安王府的猫是他杀的，国公府公子哥落水也是他推的，楚家着火是他不小心点的，所有他做的错事都由我背锅。你说外公心疼我，所以他会护着我。顾清柔来我顾家，就是我欠了他的。我声名狼藉的时候，他反而还成了一朵阻拦我闯祸失败的圣洁白莲。顾云，爹，是他诬陷我。我能证明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我能证明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你确实是顾清柔将人推下水，火也是他放的。至于猫是不是他杀的，我不清楚。不过这种事多半都是他做的。林姑娘，清柔待你不薄，你说顾九瑶给了你多少好处？你帮他污蔑清柔。因为当时我和顾清柔在一起，或是我和他一起闯，但最终是顾九瑶出来承认的。抱歉，我欠你一句对不起。你的编织好了？
躁郁症需薄荷、黄芪、党参熬制成水，连续服用3日后即可见效。你妈谁有病呢？我没病，我为什么要吃药啊？谢谢你愿意伸出手拉了我一把。赵云，在将军府里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爹，我和若影还没有和离。既然你执意如此把我赶出顾家，那请您把若影的牌位还给我。我娘的牌位凭什么给你？你，哎呀！若影啊，你在天有灵，你看看这帮人吧。我这些年对你守身如玉，外界都说我对你痴心一片，现在他们连牌位都不让我拿呀！放肆！有我在，你休想拿走若影的灵牌。爹，我这一生只有若影一个女人，现在你们要把我赶出家门，顾九瑶连我这个父亲都不认了啊！那我倒要问问你们，我这几年在顾家的损失谁来补偿？你不是还有顾清柔和顾清扬吗？清扬清柔非我亲生，不能相提并论。你们必须还要给我补偿。赵云，你怕是糊涂了吧？顾清柔和顾清扬不是你和沈慈所生吗？顾清柔和顾清扬不是你和沈慈所生吗？九儿，你说的这些事是真的？外公，你重伤未愈，经不起如此打击。可我实在不愿放过这种丧尽天良的负心汉。赵云，你居然敢骗我！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若影的事。我要滴血验亲！啊！外公，我最近看医书上说，滴血验亲并不能完全检验双方是否有亲缘关系。好，我绝不会蒙受这不白之冤。滴血认亲自古以来是验证亲缘的办法，那我们就滴血认亲。去把顾清扬、顾清柔还有沈慈带过来。老将军说了，让我跟清柔和清扬验证血缘。滴血认亲也不一定能验得出亲生关系，有时候2滴血并不会相容。那让清柔先与你验血吧。老爷子既然怀疑清柔与清扬是我和云哥的孩子，我也同意滴血认亲，但这事必须当着全城百姓的面进行。若证实清柔与清扬非云哥亲侄，老爷子，你得当着所有人的面下跪，向云哥道歉。好，我答应你们。刘叔，去通知莫少臣，顾源要滴血认亲了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这么大阵仗，都说要滴血认亲呢。顾九瑶都说了，滴血认亲不一定靠谱。你和清扬放心去和你爹验血，日后就算他有所怀疑，那他也已经骑到老将军的头上去了，到时候只有求我们的份儿。难道我跟清扬我们都不是？你们是双胞胎，血缘肯定相同。顾九瑶聪明反被聪明误。姐姐，你怀疑我跟父亲就算了，现在你竟然怀疑父亲跟表姑。没错，我承认，我就是嫉妒你。我嫉妒你从小就有父亲的疼爱，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嫉妒你身为顾家大小姐，我纵然是个2小姐，可自小就没有偏爱。外公的眼里就只有你，
顾家二小姐实在可怜呐。这顾九妖这么做，这岂不是把将军府的颜面都给丢尽了呀？是啊，是啊。我做这些事情就只为了发出自己心中的愤恨，但是父亲这些事情他都不知道的。姐姐，你身为父亲的亲生女儿，他怎么可能会害你呢？我这女儿顾九妖孝顺多了。轻柔，回来，你不必跟他说这么多。他既然想滴血认亲，那便由他。我这一生问心无愧。准备清水，真的要这么干？老夫也请诸位做个见证。快看，知道不太会容易。哎，你看，他们两个喜，哎，美容在一块儿，不一样。什么美容啊？没有啊，没容，没容啊，是骗子。就是啊。这个，我早就说了，我这一生问心无愧，我从来都没有对不起顾若影，你们却不相信我，还要诬陷我的名声。看来连老天爷都在帮我。这是做作。顾九妖，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还请顾老将军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向云哥下跪道歉。就是顾清柔错了，可顾清扬还未滴血认亲。沈慈，你别高兴得太早。顾清柔与顾清扬乃是亲姐弟啊，这没有必要再进行第二次了吧？没错，必须道歉。这顾家大小姐根本没资格继承顾家，陷亲生父亲于不义，罪该万死。对呀，就是。让开，让开！来人了，是魏吗？哎，快，这怎么说啊？王爷，你怎么醒了？摄政王，是摄政王啊！你怎么能提上裤子扔下孩子就不管了？王爷，你说什么呢？谁若敢再起哄针对将军府，杀无赦！王爷，你这般护着顾九妖还有顾老将军，这还有王法吗？对呀，就是啊。顾清柔本就不是顾云的亲生女儿。七皇子，谢谢你相信我。因为你是沈慈和一个生分的人。啊，七皇子，哇，这话是真的？顾清柔的母亲、父母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是啊。顾清柔的亲生父亲已经在来的路上，等他到了，就让他也和顾清柔来一个滴血认亲。对呀，对呀，到时候父女相认，本王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嘛。动手！老夫宁可杀错，也不会放过任何一种可能。我要给若影一个交代。不必。这谁呀？他们来了。来。赶紧滴呀！滴血认亲成功了！成功了！天哪，成功了！这顾清扬竟然是顾云的儿子啊！亲儿子啊！顾清扬和顾九妖也没差几个月呀！没事啊！原来是顾云的儿子啊！没事，虽然说顾清柔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但是顾清扬是你的亲生儿子呀！沈慈好歹给你留一条血脉啊！赵云，就是啊，把所有人当傻子了！你欺骗了天下人！真是的！求求你们别杀我！来吧，和你的老相好，你的亲生女儿好好叙叙旧。七皇子，这婆娘早就和赵云有染，求七皇子，求老将军饶草民一命吧！关起来！沈慈，你为何如此待我？你说清柔和清扬是双胞胎，你为何背叛我？贱人！老将军，沈慈亲口跟我说过，赵云娶若影小姐是因为听闻若影小姐无法生育，他便呢理所当然的将自己的亲生孩子过继到将军府，甚至若影小姐居然生了一个女儿，他还向我抱怨顾家大小姐抢了顾清柔的地位，说没有她的存在，这顾家只有顾清柔一个姑娘。摄政王子也竟然会是顾清柔。赵云，沈慈的想法
应该也是你真正的想法。爹，我错了，圣慈，他勾引我，全是他的错。爹，我是被冤枉的啊！顾老将军，顾九妖当年失踪，就是他干的。他为了让顾家绝后，就把顾九妖卖给了人牙子。他知道人牙子会把顾九妖卖到毒王谷做药人，他一直都知道。顾九妖当年被关在毒王谷。毒王谷？为什么我不记得自己被关在毒王谷？九妖，九妖，真是活该呀！畜生不如老子，真是活该呀！来人，把赵云、顾清柔、顾清扬、沈慈以及赵氏关入大牢，我会禀明圣上，让圣上处置你们。外公，我们是无辜的呀，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，你饶了我们吧！什么都不知道。外公，求你放过我们吧！你饶了我们吧！现在活该呀！他现在这也算是。外公，你的身体还未大好，需多多休息。明天就上朝，让陛下严惩赵云那一家子。九儿，你是我们顾家的独苗，外公想为你招婿。我看吴清是个好孩子，要不你把他找进来吧。外公，我对穆无清并没有男女之情，况且我也不想婚嫁。九儿，那你得跟外公说清楚，摄政王身边那个孩子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叫我曾外公？那是莫绝的孩子，小陈不是我的孩子，他只是与我比较亲近罢了。九儿，有件事我得事先跟你讲清楚。外公不喜欢你给别人做后娘。您放心吧，我没有想嫁进摄政王府的打算，况且小陈的亲生母亲在哪儿还不知道，我不会抢他母亲的位置。好，外公会给你安排好一切。什么？顾老将军要为小九招婿？殿下，这件事已经传遍京城，众人皆知。我跟小九那可是珠联璧合，天生一对啊！招婿这种事，本皇子怎么可以错过？本皇子在醉笑楼还有神医馆，总共挣了多少银子？回殿下，上月结余1300万两纹银。1300啊！我就在小九那儿拿了1整，居然挣了这么多！快，都把这些银子装车，给小九送过去。这就是本皇子给小九的聘礼。是。皇叔，好巧。哎，我和小九成婚那时，你要记得带上小陈来喝喜酒。我娘亲要嫁的人是我父王，怎么可能会是你？顾老将军给小九招婿，皇叔你也来凑热闹。这热闹我凑定了。虽说少臣样样比不得皇叔，但有2样是皇叔绝对比不过少臣的。一，少臣还是个纯情干净的男儿；二，少臣没有小孩，小九不用当后娘。王爷，七皇子，刘叔，我想单独见一下顾老将军。是。照顾好你弟弟。哦。你到底走不走？外公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是本王有负九儿。你本王以天下钱庄、无影山庄、江南12楼为聘，铺10里红妆迎娶九儿。外公，你就因为莫绝上门提亲，你就要拿剑砍他？九儿，我会按照约定来娶你的。九儿，等回到京城，本王会以3书6聘、10里红妆来娶你为妻。莫绝什么时候跟我说过这样的话？我怎么不记得？莫绝请了陛下的圣旨，陛下赐婚于你，你的婚期就定在下个月，好好准备一下吧。
外公，你不是不愿意我当小陈的后娘吗？九儿，你真的不记得了吗？外公也不想勉强你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想起来的。我到底忘了些什么？再使点劲啊，姑娘，你再用点力啊，再用点力，姑娘，快了，马上快生了，姑娘，再使点劲儿啊，再使点劲儿！哎呀，生了！哎呀，恭喜姑娘，生的是个大！哎呀，姑娘！我还有多久时日？墨诀所中的实心骨已全部转移到你体内。你为了保住胎儿不受噬心骨影响，将噬心骨毒素汇聚于心脏位置。如今孩子平安出生，积累1年的噬心骨蔓延全身，顾九妖，你熬不过今晚了。我们之前约定好的，你给墨诀下忘情散，在我死后，我的身体给你做研究。墨诀若没有忘记你，他也能带着你的尸体回去，你依然会是摄政王妃。你救了墨诀，陛下也会追封嘉奖你。陛下对我的嘉奖都会落进我爹和顾清柔的口袋里，说不定他们还会借我的名头处处纠缠墨诀，让墨诀把我忘了吧。顾家不知他是我的孩子，你反而能活得更无拘无束。是你让我活了下来。我是神医种在你体内的长生泉，上一世我在你的体内未能完全孕育，在你死后凌晨空间才在你的识海中形成，所以我给了你第2次轮回。你什么时候想起来的？你也想起来了？我想起来了一点儿。那你为什么要抛弃本王和小陈？我没有。九儿，是你负了摄政王？不是我。是。父王说，娘亲生了我后，提上裤子就跑了，把我和父王都抛弃了。唉，果然啊，娘亲不喜欢父王这款的男人。不过今晚洞房花烛，小陈已经给娘亲准备好了更多款式的男人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，本王的婚礼也敢闹是吧？本王打死你！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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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！像你父王这种类型的男人呢，我还是很喜欢的。三尺清风无所求，只看